一座山一年能賺80億，不挖礦不伐木，只靠遊客看風景，賺得比上市公司還狠。在中国，有些山你以為是在看風景，其實是在一層一層被收錢，門票、索道、觀光車層層收費，而遊客卻依然絡繹不絕。有人靠信仰鎖定客源，有人用地形制造剛需，有人把一條索道做成比茅台還暴利的生意。今天帶你看中国最賺錢的8座山，最後一座會讓你徹底看清這門生意有多瘋狂。第8名，九華山，年營收約7.6億元，在這份榜單中只能排在最後。但九華山背後有一門已經持續了1300年的生意。公元719年，新羅國王子金喬覺24歲渡海來到中國，在九華山的山洞中苦修75年，99歲圓寂。3年後，僧人開光，發現他的肉身竟然沒有腐爛，面目如生，因其生前與身後的種種瑞相符合佛經記載，僧眾尊他為地藏菩薩應世，九華山也由此成為地藏道場。從唐代至今，九華山陸續發現了15尊肉身菩薩，目前仍有5尊供人瞻仰。其中，明代無暇和尚的肉身被崇祯皇帝敕封為应身菩薩。在安徽这種常年濕潤的氣候條件下，屍身不腐本身就是奇蹟，這也讓無數信徒與好奇者湧向了九華山。如今，九華山99座寺廟遍布山間，核心的肉身寶殿供奉着金喬覺肉身。每天清晨，朝聖者排隊轉殿祈福，隊伍常常從山腳一直排到殿門前。九華山的賺錢方式並不複雜，門票160元，但真正的收入核心是在索道和缆車。目前九華山共有3條索道線路：天台索道通往海拔1306米的天台峰，花台索道通往花台景區，百歲宮纜車直達供奉無暇和尚肉身的百歲宮。3條索道的上下聯票價格分別為120元、160元和100元。由於大量朝聖者是中老年人，難以攀爬陡峭山路，索道幾乎成了必選項。2024年，九華山索道與客運收入佔總營收的60%，索道公司的毛利率超過70%，堪稱印鈔機。九華山真正的優勢在於客源的穩定性，普通遊客可能一生只來一次，但朝聖者往往年年來還願，有人連續幾十年反覆到訪。這種信仰綁定的模式，讓九華山的淡旺季波動遠小於其他名山。當然，它也有明顯短板。最高峰石王峰海拔僅1342米，核心景區1天即可走完。山上沒有豪華酒店，沒有大型演出，人均消費約300元，明顯低於武當山400多元的水平。而地理位置同樣不占優勢。九華山位於安徽池州，高鐵不直達，自駕需多次轉高速。2024年接待遊客約300至400萬人次，不到泰山的一半。但九華山有一套低成本生存方式，朝聖者不是來享受，而是來修行。5元素齋、寺院掛單、小旅館住宿，讓整體的運營成本極低。在這個流量為王的時代，九華山不做營銷，不追風口，只靠一個地藏王菩薩的名號，穩穩守住了自己的現金流，營收墊底。但論賺錢的確定性，它可能比任何一座山都強。畢竟信仰這門生意從來不看風口。第7名，峨眉山，年營收10億出頭，在榜單中排名倒數第2。但這座山有一個別人學不來的本事，把一條索道做成了整座山最賺錢的生意。峨眉山主峰金頂海拔3099米，像一把利劍直插雲霄。這裡是普賢菩薩的道場，中國佛教4大名山之一，寺廟林立，香火已延續千年。想登上金頂，只有2條路，一條是徒步從報國寺出發，沿着石階一路向上，至少要爬6到8個小時。山路陡峭，台階濕滑，部分路段近乎垂直，對體力要求極高。另一條路就是花錢做索道。峨眉山目前有2條主要索道，金頂索道從半山腰的接引殿直達金頂，單程只需幾分鐘，往返票價150元。萬年索道連接萬年寺，往返130元，再加上門票160元，全山交通90元，一次完整遊覽下來至少要花370元。價格不低，但索道下站的隊伍從早到晚幾乎沒斷過。因為對大多數遊客來說，連續攀爬6個小時實在太累，尤其是帶着老人和孩子的家庭，幾乎不可能徒步登頂。更重要的是，峨眉山的精華幾乎全部集中在了金頂，雲海、佛光、日出，還有那座高達48米的十方普賢金像，都在索道的終點。坐在吊箱裡，腳下是萬丈深淵，身旁是翻湧的雲海，吊箱緩緩上升，穿過層層雲霧。當金頂突然出現在眼前時，很多人都會產生同一個念頭：這150塊好像真的值了。金頂是峨眉山的靈魂，
站在這裡向下望去，群山沉浮，雲海翻湧，運氣好時還能看到佛光，陽光照在雲霧之上，形成彩色光環，人的影子正好落在中央，古人稱之為金頂祥光。十方普賢金像就矗立在金頂廣場中央，銅柱鎏金，金光奪目，日出時分，霞光萬道，佛像仿佛在雲海中蘇醒。不少信徒凌晨3、4點便登頂，只為在第一縷陽光中祈福。但峨眉山的生意結構也有明顯的偏科，索道極其賺錢，而寺廟門票、山上酒店的表現卻相對平淡。但即時不少高端酒店整棟空置。近幾年，峨眉山嘗試多元化經營，茶園、實景演出只有峨眉山等相繼上馬，但這些新業務加在一起，依然比不上索道帶來的收入。峨眉山就像被索道寵壞了，地形太險，索道成了剛需。遊客抱怨價格，景區也心知肚明。可問題是，不做索道，你真的很難上去。這就是峨眉山的生意經，用險峻的地形把索道變成了必選項。營收不算最高，但論賺錢效率，峨眉山可能是這份榜單中最聰明的一座山。畢竟，不是每一座山都能把一條索道變成印鈔機。第6名，普陀山，年營收約12到14億元，排在榜單的第6位。這座山有一個天然優勢，它是一座島，想上山必須先坐船。普陀山位於浙江舟山群島，是1390個島嶼中的一個小島，面積只有13平方公里。從上海、杭州、寧波出發，都要先到朱家尖或沈家門碼頭，再換乘輪渡登島。船票往返60元，單程30元，這筆錢誰也省不掉。這裡被稱為海天佛國，是觀音菩薩的道場。唐代，一名日本僧人想將觀音像帶回國，船行至此卻被狂風阻斷，無法前行。僧人悟到觀音不肯離去，便在島上建起不肯去觀音院。普陀山由此成為觀音道場，香火綿延千年。清代鼎盛時期，普陀山有3大寺、88座禪院、128座茅棚，僧眾數千人，被稱為觀音之鄉。如今，島上最核心的是普濟寺、法雨寺、會濟寺3大寺，以及那尊高13米、面朝大海的南海觀音銅像。很多人一上島就直奔南海觀音，3步一拜，從碼頭一路拜到觀音腳下。門票160元，只是開始。3大寺廟及主要景點需另收香花券。普濟寺、法雨寺、會濟寺、紫竹林各5元，南海觀音6元。單張金額不高，但幾乎人人都會買。佛頂山索道是普陀山的高頻收入點。會濟寺位於佛頂山頂，海拔288米，是全島最高處。索道往返40元，價格不高，但乘坐率極高。因為普陀山遊客以中老年人和朝聖者為主，很多人體力不足，只能選擇索道。最典型的強制消費來自珞珈山，這裡被認為是觀音最早顯靈之地，傳說極為靈驗。但珞珈山只能從普陀山坐船前往，船票47元，包含往返和門票。每天班次有限，旺季需提前數日預約。住宿同樣不便宜，普通標間淡季200到300元，旺季漲到500到700元。農曆2月19、6月19、9月193大相會期，房價直接翻倍，一房難求。島上吃飯也貴，素面20元，青菜30元。好在3大寺廟提供素齋，普濟寺最便宜，5元一份。不少虔誠信徒住在小旅館，每天吃素齋，把錢都用來燒香祈福。普陀山的生意經很清晰，用觀音菩薩吸引信徒，用海島地形控制進出，再通過船票、門票、香花券、索道、住宿、餐飲层层變現。而朝聖者並不在意價格，对他們來說，這不是旅遊，而是一場修行。尤其求子靈驗的說法，通過口口相傳，吸引源源不斷的信众。普陀山正是這樣，用信仰鎖住客源，用海島困住游客。在這座島上，你幾乎每走幾步都得為安心再掏一次錢。第5名，泰山。泰山一年營收15到20億元，在這份榜單裡排第5。但它最厲害的地方不是賺了多少錢，而是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旅遊方式——夜爬。作為五岳之首，泰山海拔只有1500多米，卻靠2000年的文化加持。從秦始皇封禅到杜甫那句“會當凌絕頂，一覽眾山小”，穩穩坐上了天下第一山的位置。登泰山最經典的是紅門線，從山腳紅門出發，經中天門、18盤，一路爬到南天門和玉皇頂，全程9.5公里，7800級台階。白天爬要4到6個小時，但現在最火的是夜爬。晚上10點，紅門一帶燈火通明，年輕人帶着頭燈，舉着手電，順着石階往上，爬到半山腰，回頭一看，泰安市的燈火鋪滿視野。這一刻，很多人會意識到，夜爬這件事，說白了，
就是年輕人被自己感動了一整夜。凌晨4、5點抵達玉皇頂，山頂寒風刺骨，體感溫度比山下低10度左右。於是你會看到一排排裹着軍大衣的人坐在台階上等日出，50塊一件，统租統還，成了泰山特有的風景。天色漸亮，雲海翻湧，當第一縷陽光刺破雲層，整個天空瞬間染成金色。泰山4大奇觀裡，旭日東升排第一，無數人爬一整夜，就是為了這1分鐘。不過真正讓人崩潰的是18盤，1600多級台階，幾乎直上直下。挑山工寫的就是這裡。過去挑山工肩挑幾十斤物資，一趟一趟往返山頂。如今雖然少了，但山路上的生意還在。越往上水越貴，山腳2塊錢一瓶，山頂能賣到10塊。泡麵從5塊漲到15，卻幾乎沒人抱怨，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些東西是一步一步扛上來的。泰山門票只要115元，在名山裡算便宜，但真正賺錢的是配套。白天不夜爬的游客會坐觀光車到中天門，再轉索道直達南天門。索道單程100，節假日下山排隊2小時起步。2025年國慶前，泰山迎來第700萬名遊客。國慶期間某一天，索道單日接待7.25萬人次，一天收入接近700萬元，幾乎全年不停。玉皇頂最高處的5岳獨尊石碑永遠排着隊，旁邊的玉皇廟香火不斷，幾十塊一把香，看似不多，但在700多萬遊客面前，就是一門穩定的生意。泰山的生意经很清晰，用5岳之首吸引最大流量，用低門票降低门檻，再靠索道交通和補給賺錢。最關鍵的是，他把夜爬變成了一種文化，讓人覺得不夜爬一次泰山就不算真正來過。也許泰山不是最賺錢的山，但論流量和商業效率，它一定是最会做生意的之一。畢竟会當凌绝頂，一覽眾山小，本身就是最好的廣告。第4名，黃山。黃山年營收19.31億元，排在榜單第4。但它最傳奇的地方不是賺了多少錢，而是把一條索道的毛利率硬生生做到了87.56%，比茅台還狠，而且你心裡還會覺得值。徐霞客遊遍名山後感嘆：登黃山，天下無山觀之矣。奇松、怪石、雲海、溫泉被稱為黃山4絕，而其中的門面擔當就是迎客松。迎客松生長在海拔1670米的懸崖邊，樹齡800多年，一側枝桠橫伸，向老者伸手迎客。無數遊客爬山數小時，只為在這裡拍一張照。松樹旁常年人擠人，保安拿着喇叭維持秩序，拍完就走，後面還排着隊。但很多人不知道，真正的迎客松在玉屏樓。想看到它，要麼從山腳爬6到8個小時，要麼坐玉屏索道。索道單程90元，往返150元，加上190元门票，進一趟黃山成本已經接近350塊。黃山一共有3條索道，玉屏、雲谷和太平，單程都在80到90元之間。2024年黃山索道收入7.18億元，占總營收的37%，毛利率高達87.56%。這意味着收100塊能淨賺87塊多。原因也很簡單，索道一旦建好，幾乎沒有邊際成本，遊客上來就是利潤。每年黃山接待近500萬遊客，其中至少300萬人要做索道。旺季時，索道下站排隊2小時起步，吊箱升起，腳下是萬丈深谷，奇峰怪石在雲霧中若隱若現，像是直接飛進了山水畫。看日出是黃山的終極目標，光明頂海拔1860米是最佳觀景點。凌晨4、5點，山頂已經擠滿裹着羽絨服的人，天色漸亮，雲海翻滾，當第一縷陽光刺破雲層，整片天地被染成了金紅色，那一刻所有疲憊都被原諒。但想看日出，基本就得住在山上。獅林、北海、白雲賓館都是景區控股，淡季500-600一晚，旺季能漲到2000多。白雲賓館的觀景房3000一晚，照樣一房難求。山上吃的更貴，一碗泡面30，一盤青椒炒蛋80，一瓶水15。游客嘴上吐槽，但心裡都明白，這些東西是挑山工一趟一趟扛上來的。黃山的怪石也從不缺故事。飞来石、猴子觀海、夢彼生花，每一塊都有傳說。冬天的黃山更像水墨畫，霧凇、雲海層層鋪開，攝影愛好者專程為此而來。當然，黃山也有煩惱，索道適應超級，門票毛利卻只有60%，山下酒店、溫泉、餐飲都不算賺錢。年輕人嫌它太累，客流量始終追不上泰山和五台山。但黃山有個別人學不來的優勢，它是世界自然与文化雙遺產，是中國山水的終極符號。無論多少年過去，黃山歸來不看月，依然是最硬的廣告。這就是黃山的生意經，用世界級風景吸引所有人，用陡峭山路篩選人群，再用87%毛利率的索道，
把願意花錢的人穩穩接住。迎客松不动聲色，索道日夜運轉，黃山不吆喝，但錢一直沒少賺。第3名，華山。華山年營收估算在30到40億元之間，排在榜單第3。但它最獨特的地方不是賺了多少錢，而是把一個險字徹底做成了商業核心。自古華山一條路，華山位於陝西渭南，15月中的西岳，最高峰南峰海拔2154米，垂直落差超過1700米，是5月中爬升強度最大的。網上常說一句話，華山專治嘴硬，平時不鍛鍊的人爬完腿疼1星期絕不是段子。華山最出名的險是長空棧道，它位於南峰東側山腰，海拔2160米，全長110米，寬度只有30厘米，腳下是700米的垂直深淵，相當於230層的樓。游客必須面貼岩壁，腳踩木板，手抓鐵索，橫着一步步挪過去。這條棧道最早由元代道士賀知真為修煉成仙，在絕壁上凿石釘、鋪木板建成。700多年過去，木板換成鐵板，鐵索加固無數次，但站在上面的恐懼感幾乎沒變。走之前必須租安全繩，30元一條。很多人剛走到入口，往下一看，腿就軟了；有人走到一半直接哭出來，卻又進退兩難。長空棧道每天限150人，旺季排隊4-5個小時，但依然爆滿。因為對很多人來說，這不是旅遊，是一次命懸一線的體驗。走完的人朋友圈只有一句話：這輩子值了。類似的險景還有鷂子翻身，幾乎90度的懸崖轉身而下，同樣限流，同樣收費，同樣排隊。華山用這些險點源源不斷制造話題，但真正讓華山賺錢的其實不是棧道，而是索道。華山有西風索道和北風索道，其中西風索道是王牌，全長4211米，落差894米。2025年新索道投用後，被稱為全球最長高山索道。國慶前6天游客就突破8萬人。西風索道旺季往返280元，北風索道往返150元，加上160元门票和40元进山車，想輕鬆玩一趟華山至少500塊。雕像升起時，腳下是刀削般的絕壁和萬丈深谷，視覺衝擊力在國內索道裡幾乎沒有對手。2024年西風索道全年接待游客442萬人次，營收4.58億元。單一索道1年賺的錢就超過不少景區的全部收入。索道建成後成本極低，幾乎就是一台架在懸崖上的印鈔機。當然，險也是雙刃劍，限流、極端天氣、游客投訴都在消耗口碑。但華山有一個別人複製不了的底牌。華山論劍，金庸筆下的武俠聖地，讓無數人心甘情願來這裡，站在山頂幻想一次江湖。這就是華山的生意經，用極限天下第一山嚇住你，用長空棧道把你逼到腿軟，等你最不想回頭的時候，再用全球最長索道把不想拼命的人穩穩送上山頂。畢竟華山論劍這4個字本身就是最貴的門票。第2名，五台山。五台山年綜合收入高達98億元，排在榜單第2。這個數字幾乎是泰山、黃山的5倍，峨眉山的10倍。很多人第一次聽到都會愣住，五台山，一座佛教名山，憑什麼這麼賺錢？五台山位於山西忻州，是文殊菩薩的道場，也是中國佛教4大名山之首。它並不是一座山，而是東西南北中5座台頂環繞而成，中間是台懷鎮。寺廟密集，僧尼近千人，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的佛教聖地。這裡最獨特的一點是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並存。清廟裡是穿灰袍的漢僧，黃廟裡是穿紅黃袈裟的喇嘛。走在台懷鎮街頭，2種體系同時存在，這種景象在中國幾乎找不到第2個。五台山現存寺廟99座，其中香火最旺的是五爺廟。五爺廟供奉廣濟龍王，傳說求財吉靈。每天清晨殿前長隊從不間斷，很多人一跪就是半小時。有香客連續幾年回來還願，故事一傳十，十傳百，把更多人吸引到這裡。五台山今年大量時段免門票，這反而讓收入暴漲。因為在五台山進不進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進來之後能不能空着手走。台懷鎮不過3公里，卻像一座佛教商業城，佛珠、佛像、護身符隨處可見，幾十塊到幾千塊不等。開光2字直接抬高物品的價格。住宿是另一大現金來源，台懷鎮有上百家賓館客棧，旺季普通標間能漲到500-600元，很多香客一住就是3到5天，每天拜不同寺廟。這種深度朝聖消費遠高於普通遊客。真正拉長停留時間的是大潮台，徒步登頂5座台頂，全程約60公里，需要2-3天完成。每到一台就近寺磕頭、燒香、捐功德。體力不夠的人則選擇小潮台，坐車遊核心寺廟。
但每一座都要買箱花券，几塊到20塊不等，加起來同樣不便宜。五台山還有一項特殊收入掛單，不少寺廟允許香客低價甚至免費住寺，但功德箱就擺在那兒，很多人住一晚，隨喜捐幾百甚至上千。這種自願但不便宜的收入，長期累積也非常可觀。五台山的過夜遊客占比高達 63%， 遠超其他名山。2025年前3季度，遊客超過860萬人次，綜合收入突破98億元，預計全年破100億。對比之下，泰山、黃山的吸金能力完全不是一個量級，爭議也一直存在。商業化、假和尚、插隊式 VIP 朝拜都在消耗口碑，但五台山有別人學不來的核心優勢，它是文殊菩薩道場，是智慧第一的象徵。每年高考前香火最旺，家長带着孩子來求學業，故事不斷被驗證傳播。五台山的成功本質是一條完整的信仰產業鏈，不靠一張門票，而靠信徒心甘情願留下的錢。畢竟智慧無價，但祈求智慧是明碼標價的。第1名，武當山。前面那些山賣的好歹還是來一趟，武當山不一樣，他想讓你多待幾天，多信一點。武当山年綜合收入約80億元，年接待遊客1380萬人次，穩坐中國最賺錢名山第一。這一數字是泰山、黃山的4倍，而眉山的8倍。但真正可怕的不是他賺了多少錢，而是他把一座山徹底做成了一個文化帝國。武當山位於湖北十堰，是道教聖地，被稱為天下第一仙山。明代永樂年間，朱棣为鞏固皇權，在這裡耗時12年，動用30萬軍民修建了9宮8觀、36庵堂、72爺廟，史稱北修故宮，南修武當。今天的武当山古建築群占地160萬平方米，比故宮還大。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。門票加觀光車旺季要230元，但武當山最大的優勢是，它不只是一座山，而是一塊武俠聖地。金庸筆下的張三豐、武當派、太極拳，讓無數武俠迷把這裡當成朝聖地。很多人來武當山不是看風景，而是來找江湖。清晨的太子坡常能看到真正的道士在雲霧中打太極，動作舒展，呼吸沉穩，遊客圍在一旁拍照模仿，很快就會被推薦參加武當功夫體驗班，3天2夜學太極、八卦掌、打坐冥想，收費2000到3000元。這類文化體驗遊才是武當山最賺錢的項目之一。很多人乾脆住在道觀客棧，跟着道長抄經、練功、打坐，體驗幾天修仙生活。這種遊客住3-5天，輕鬆花掉5-6千塊，而且富遊率極高。武當山賣的已經不是門票，而是一種生活方式。從瓊台中觀到金頂的索道是另一條現金流，索道穿雲破霧，直達海拔1612米的金頂。金殿通體銅柱100噸重，在陽光下金光閃閃。殿內供奉真武大帝，無數信徒在這裡燒香祈福，香火終年不斷。但真正支撐武當山的是完整的文化產業鏈。世界武當太極大會、海外武當功夫巡演、道醫養生、武術培訓，每一個 IP 都能獨立變現。2024年，武當山旅遊綜合收入突破100億元，而且仍在增長。一個細節很能說明問題：2025年冬季，武當山免了大門票，但觀光車和索道照收，結果遊客量不降反增。遊客省下的錢反而花在住宿、體驗和文化項目上。這種放長線釣大魚是武當山最聰明的地方。當然，武當山也有壓力，古建築維護成本巨大，道教名山同質化競爭加劇。但至少目前，它仍是中國最成功的名山樣本。有人說，去五台山求智慧，去普陀山求平安，去峨眉山求姻緣，而去武當山是求仙緣。武當山賣的從來不是一座山，而是一個成仙的夢，而夢永遠最好賣。從九華山的7.6億到武當山的80億，這8座最賺錢的山，其實都在幹同一件事，把一座山做成一門長期生意。有的靠地形，山陡路險，索道就成了剛需，一做就是印鈔機；有的靠信仰，菩薩夠靈，香火就斷不了，客源比任何會員制度都穩定；有的靠文化，武俠、道教、世界遺產，一層一層疊罷了，最後變成一個誰都繞不開的 IP。看起來路子不一樣，但底層邏輯非常簡單，只抓一件事，然後往死裡做。九華山1000多年就認準了一個的藏菩薩，峨眉山不糾結情懷，索道能賺錢就狠狠幹。泰山把夜爬做成年輕人的集體儀式，黃山死守迎客松，把來都來了變成必須掏錢。華山把險做到極致，專治嘴硬。普陀山靠觀音，把一座海島變成天然收費站。五台山不靠門票，靠香火，硬生生做出98億。武當山更狠，直接把誠信做成體驗項目。這些山牛的地方不在於會營銷，
而在於不貪、不亂、不換賽道，一條路走通了就走1000年。當然，他們的問題也很明顯，商業味越來越重，年輕人越來越挑剔，文物保護、輿論壓力，一個都躲不開。但現實是，只要人還會焦慮、迷茫，想轉運，想求個答案，這些山就永遠有人來，哪怕只是為了在山頂吹一陣風，看一次日出，燒一炷香，告訴自己我努力過了。這8座最賺錢的山，你去過哪一座？如果只能選一座，你最想去哪？評論區告訴我。本期眼見中國就到這裡，如果喜歡這期視頻，記得點讚、訂閱和轉發，我們下期再見。